是祖母绿，我在电视上见过，一定能值不少钱。我不是被车撞了吗？这里是医院，难道是我被撞出幻觉了？啊，不是幻觉，我居然有了透视的能力！你醒了，我叫林婉儿，昨天开车不小心把你撞了，这些钱你拿着，算是我的歉意，覆盖你的医药费和营养费，肯定够了。这是我的名片，我开了一家古董店，你要是之后检查出头部还有任何不舒服，或者有后遗症，可以随时来找我，所有费用我都包了，一定负责到底。我这边还有点急事要处理，就不陪你了，你好好休息，记得按时吃药复查。那我先走了。透视，我真的有透视眼了，这可是天大的机缘啊！我这就去验证一下我的透视能力。老板，来200块钱的刮刮卡。跟你说啊，我这投注站出过不少大奖，好多人靠这个一夜暴富呢。跟你说啊，我这投注站出过不少大奖，好多人靠这个一夜暴富呢。给我来3张这个。行，自己挑个顺眼的，说不定中得多呢。太上老君快显灵，3星老祖帮帮忙，一定要让我中大奖啊，哪怕小奖也行。怎么又没中？1毛钱都没中，也太倒霉了吧！就这10张有奖，最大面值也才1万。虽说都是蚊子腿，但积少成多也还可以吧。哟呵，兄弟可以啊，运气这么好，一上来就中200块。可能是我今天手气比较顺吧。哟，又中了，这运气也太顶了吧！我的天哪，连中3元，这运气简直太绝了，没谁了。兄弟啊，你这是一炮双响啊！前面中了3000，后面居然还藏着5000的大奖。早就用透视眼把所有奖区看得一清二楚了，这样的结果一点都不意外。不是吧？他运气居然这么好，还能中大奖？兄弟啊，你是高手吧？这10张居然全中了！我哪是什么高手啊，就是我一向运气比较好而已。怎么可能？10张全中，哪有这么好的运气？这10张加起来一共是3万，我现在给你转钱。没想到这么一会儿就赚了3万块钱，可是买刮刮乐来钱太慢了，我得想赚大钱的方法。有了！没带钱，这石头我都开到一半了，难不成你想耍赖？我真忘带了，不是赖账。二麻子遇到老油子，3万要砸了。自认倒霉吧，别被讹了。老子告诉你，今天必须拿3万来，不然别想走。要不你继续开，开出来的东西算我送你的。老头子，你当我是傻子？全开了，到时候你不认账，我连证据都没有。是祖母绿，我在电视上见过，一定能值不少钱。老板，这块原石我买了。小子，老头谈的3万，你拿得出来？小子，3万不是小数目，你确定拿得出？现在转账。老伯，这东西我买了，您同意吗？我没带钱，这东西跟我没缘，你喜欢就拿去。好。来，小伙子，原石拿好。小伙子，这石头能不能让我帮你解？好。这老头懂什么开始啊？直接砸开得了。哎呦，这绿了！什么情况？真的假的？出料了！不可能，只是水绿而已，肯定只有一条。祖母绿一家。小伙子，祖母绿质地硬但脆，要加工找有经验的公司，有保障，别贪便宜找小作坊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老前辈，我这石头是今早刚挑的，你帮看看。我这原石摸起来温温的，你给长长眼。赵小金呐，赵小金，你可真是给我送了份大礼呀！
看可以，别摸，别拍照，碰坏了你赔不起。看可以，别摸，别拍照，碰坏了你赔不起。我不是来买东西的，我是来卖东西的，请叫你们经理出来。哈，你脑子没病吧？我们是珠宝店，不是废品站，赶紧出去！就你也配见我们经理？我再说一遍，把你们经理叫出来。哎，真的是你，好巧啊！林小姐，要不要看看我们的新款翡翠？不用，找他。是林小姐的朋友。算是朋友，之前见过几面。你也来珠宝店买东西吗？来卖个东西。卖什么？能让我看看吗？哇，这宝石也太纯了吧！我爷爷70大寿，正愁礼物选不到合适的，你能卖给我吗？你要买？对，我爷爷最爱的就是天然宝石，上次还说找不到这么匀的颜色，你开个价，我立刻转钱。林小姐，旁边赌石市场全都是假货骗人的，我们是100年老品牌，每颗宝石都有鉴定书，绝对正品，新到的货可稀有了。你说这是假的？当然了，这家伙浑身上下不超过100块，怎么可能有好宝石啊？肯定是骗钱的，您别上当。你说这是假的，你有证据吗？这块是刚切的新料，正宗祖母绿，虽有轻微杂料，但处理下就很完美。你身为店员，连这都不懂，葛老板怎么会用你？这块宝石，你准备出多少？虽然是毛料，但成色个头都是上品，我给15万，怎么样？15万？怎么不满意的话可以再商量。我是真的喜欢这块宝石，多花点也无所谓。不用了，15万就15万。好了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再见。15万，比我心里最高的预计还多5万，这赚钱也太容易了吧？哥，你昨天去哪儿了？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没事，哥哥有点事耽误了。妹妹昨晚就是这个，以后再也不让她受苦了。走。哥，我们要去哪儿？我还要上课呢。今天不去，哥带你买新衣服。我不要，请你留着吃有营养的，别总啃馒头。傻丫头，哥以后不啃馒头了。哥现在有钱了，哥带你去买几身衣服。哥，这里的衣服太贵了，算了吧。你放心，哥有钱，想要多少都买得起。哥，你不要做违法乱纪的事情，咱们穷点就穷点，你可千万不能糊涂啊！臭丫头，把哥哥当成什么人了？哥，这钱到底是怎么来的？运气好，赌石开了个好东西，赚了点。透视眼的事不能说，省得小茹担心。哥，你以前不是从不碰赌石吗？别问了，赶紧选衣服，这里质量好。欢迎光临，店里新到了不少货，两位需要点什么？小杨，你没经验，这俩一看就没钱，顶多看看，别白费功夫。看完赶紧走，别乱碰，弄脏了赔得起吗？哥，咱们还是走吧。凭什么走？小柔，随便挑，看中的哥买。哟，伤你自尊心了。这里一件衣服够你搬几天砖，想清楚别后悔。你好，我妹妹第一次来，麻烦你带她挑几件。好的，我们先来那边看吧。哥，
哥，这里衣服太贵了。让你挑你就挑，哪来那么多花啊？哎，我感觉这件真不错啊。哎，就这件吧。我先去打包。哦，一共2500，打8折2000，我扫您。小柔，走了。大姐，以后可不能以貌取人哦。这怎么可能？之前没办法再住这儿，现在得换个离妹妹学校近的好房子，条件也得好点儿，方便妹妹上下学。明天去一趟赌市市场，看能不能捡到漏。你们都听清楚没？彪哥放心，哥儿几个手到擒来。你们都听清楚没？彪哥放心，哥儿几个手到擒来。事成之后，每人1万，但绝不能出人命。放心，我们下手有分寸。我们几个人还收拾不了他。赵小军呢？那宝石少说10几万，这次非抢回来不可。赌石市场没有拍卖会来钱快，拍卖行虽然贵，但赌一把试试。他怎么也来了？哦，这小伙子是你朋友？算是吧。啊，爷爷啊，这次拍卖行有什么好东西啊？啊，哈哈哈！压轴的海洋蓝不错，可惜保管不善有瑕疵，不然就会是稀世之宝。欢迎光临鲁山拍卖行，时间宝贵，拍卖开始，有请拍卖师。大家好，我是欧阳倩。是欧阳倩，请了欧阳倩，价格又涨3成。想不到倩姐姐也来海川市。我是今天的拍卖师。1号拍品和田玉，底价5万，每次加价不低于5000，现在开始竞拍。6万、 8万、 10万、 23万5、 23万5第一次，23万5第二次，23万5第三次，成交。第一件就23万，后边的只会更贵，前面果然是热场。最后一件是压轴拍品海洋蓝水晶。这东西是假的。压轴海洋蓝水晶，粉色、红色常见，海洋蓝极少。这橙色个头是稀世珍品，送人收藏都值。要是有人送我，我都想以身相许。底价50万，每次加价不少于5万。现在开始竞拍。60万、 70万、 120万、 260万、 260万，还有没有更高的？这东西可是很少见的哦，说不准以后再也没有了。想要收藏送人的话，就只能抓住眼前这个机会哦。既然没人更高，那我就要落锤喽。等一下，侯这位朋友要出多少？270万还是更高？我没那么多钱。臭小子，没钱你出来起什么哄？保安呢？保安，赶紧把这个臭小子赶出去！哎，这家伙在干什么呀？难道不知道拍卖场不能随便出声吗？行了，海洋蓝也拍出去了，也该走了。这东西是假的。啊！小子，我看你是疯了吧？知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？鲁山拍卖行。鲁山拍卖行从开业到现在30几年，还从来没有出过一件假货。这是哪家医院门没关好，跑出个疯子来？老柳，这该不会是你们医院的吧？不可能，我们医院防护措施一向做得最好，绝对不可能有人逃出来。既然不是逃出来的，那就是新来的疯子。老柳，看来你又有生意上门了。你生意那么好，搞得我都想开个疯人院了。不知道你说这水晶是假的，可有什么证据？当然有。小子，你想干什么？我不去那块水晶旁，怎么指出它的瑕疵？不行，
你要是突然抢走水晶怎么办？没事，让他过来吧。哼，我倒是要看看你能说出什么冠冕堂皇的借口。透视眼绝不会骗人，再靠近确认一次。看清楚了没？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确定是假的。你说是假的？那你倒说说怎么证明？是啊，你怎么证明？很简单啊，只要敲碎就知道了。敲碎？我说小子，你是存心的是吧？这东西价值200多万，是你说敲碎就敲碎的？就是啊，这东西200多万，要是你看走眼了怎么办？要敲碎也行，拿出260万，别说敲碎了，你就给它碾碎，当化肥撒花坛都跟我没关系。怎么拿不出来呀？既然拿不出来，那你就是骗子，我这就把你交给警察。等一下。林老，您怎么来了？是您。小伙子，刚才听你说这海洋蓝水晶是假的，里面有瑕疵，怎么回事？跟我详细说说。好，这块水晶看着跟真的没两样，但特殊角度下能看到里面有条丝绵状棉絮，棉絮很细，不容易观察到。想不到今天阴沟里翻船，差点看走眼了。林老，这东西真是假的？现在人工做的太逼真，连我都被骗了。还真是假的？完了，我该怎么办呀？原本想发一笔，这下钱赔了100万呀！小兄弟，真是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这么细微的裂痕，你都能发现。我也只是碰巧而已。不服老不行了，见识顽石大半辈子，自诩火眼金睛，结果是自欺欺人。年轻人，今天我本来是打算拍下这个水晶的，要不是你，我今天就要看走眼了。这钱算是感谢你的吧。我本来就想讨点便宜宝贝，攒妹妹的学费。看到压轴蓝水晶，就好奇用了下透视眼，谁知道情不自禁喊出来，闹这么大动静。不过也算是赚到钱了。哎，那个人呢？怎么不见了？我还想留他看货呢。强哥，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？彪哥那边可不好交代啊。你傻呀？石大彪才给2万，那小子卖宝石有10几万，弄到手咱们跑路。对呀，我咋没想到？来了，那小子来了！小子，过来聊聊。你们认错人了吧？哎，给脸不要脸！强哥要聊聊，老实待着。说吧，想干什么？兄弟几个手头有点紧，听说你发财了，接济接济。笑话，这钱是我自己赚的，凭什么给你们？小子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别怪我们动粗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不喝酒。上！没想到啊，这透视眼还能给我力大无穷的能力啊！倩姐，你到哪儿了？我等半天了。刚才看到件有趣的事儿。好，我一会儿到。这家伙
没这么简单啊。怎么样？哥，这以后就我们住的地方了吗？没错，喜欢吗？喜欢。喜欢就好。好。什么？你说你失败了？彪哥，那小子是个练家子，我兄弟被他一脚踹飞，现在还在医院，肋骨都断了好几根。大象200斤体重，能被一脚踢飞。赵小军平时被欺负都不还手，难道这几个家伙要私吞我的钱？既然这样，就算了。医药费够不够？啊，不够跟我说。医药费嘛，我出得起。不用了，要是没什么事儿，我们先走了。哥，你醒了，这盆温水给你喝。你倒是适应的挺快啊，我还没缓过来呢。这床比之前硬床板舒服100倍。哥，那我们以后是不是就住这儿了？对，以后都住这儿了。那我回我房间了。好。哥，我走了，我早都迟到了。哎，路上小心啊，别跑太快。好。哎，对了，拿个包子在路上吃。好嘞。我得赶紧利用透视赚钱。赌石市场难于上次的帝王绿，但普通原石也能赚点。可开出来的宝石怎么换成钱啊？喂，赵小军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？林小姐，我想问一下，您最近还在收宝石吗？哎，最近爷爷管得严，不收普通的。但你要是有上次那种帝王绿，我偷偷高价收。那种级别的宝石可遇不可求啊！如果你最近有那种收普通宝石的珠宝商，记得帮我推荐一下。我最近有一批货想找销路。巧了，我有个朋友就是做珠宝批发的，我帮你问问。啊，那麻烦你了，林小姐。小事一桩，等我消息吧。是赵小军先生吗？听说您有宝石要出售。是，您是？我是李婉儿介绍的陈老板，做珠宝收购的。哦，陈老板你好，我现在数量还没定，不过成色都很好，我挑的都是好料。没问题，确定后打这个电话，我们面谈。啊，行，谢谢你，陈老板。谢谢你啊，陈老板。终于有销路了，现在就去赌石市场。哎，过来看看吧。哎，你好啊，老板，这块纹路均匀，里面肯定有绿。行吧。把这块儿，还有这块儿，还有这一块儿，给我装起来。烦了，钱都买原石了，
连开始的钱都没有了。唉。这堆原石没工具不会开，拿去交易肯定会被当傻子。老板，这原石怎么卖呀？这原石你看上哪一块了？我第一次来，老板，你有推荐的吗？这块成色不错，里面有淡粉翡翠，绝对有价值。小姐，你怎么自己下来了？赌市市场鱼龙混杂，万一出了事，我怎么跟老爷和夫人交代呀？卢伯，我就看看，想买2块，证明一下我的能力。这里骗子多，你别被骗了。你凭什么说我是骗子啊？我混迹赌石圈几10年，从没见人说原石里一定有什么。如果真有好货，你自己不开啊？老板是世外高人啊，居然一眼就能看穿原石。要不然现场给我们开一个，让我们开开眼啊！好，那就开。但我没工具不会开，谁来帮忙？我来。你说这里面真的有宝石吗？难说，怎么能这么巧让小老板选中？还要继续吗？开，再来，好戏还在后头呢。小老板不见棺材不落泪呀。等一下，怎么了，小姐？我刚才看见这里面有东西。我刚才看见这里面有东西。对不起，小哥，刚才是我冒犯了，能不能让我直接把这个给开了？可以。哎呀，难道真能出货？难不成这小老板真的有透视眼？我操，真出翡翠了！哇，真的呀，粉色的，不可思议啊！哇，好漂亮啊！老板，这翡翠多少钱？我买了。小姐性子怎么这么急？之前得罪过她，万一涨价怎么办？2万。2万？这红色翡翠价值至少4万呢。哇，反手就赚2、3万啊！老板有良心，这是原石价呀。三哥，那边开出宝贝了，好漂亮啊！我一直想要块玉佩，没遇到合适的。给你买，等晚上好好服侍三哥啊！都没长眼呢，我看。我出5万，这石头我要了。明明是我先来的，凭什么让给你？就凭我的价格比你高。你不好意思啊，这块石头已经给这位小姐了。哼，你没搞错吧？我出的价格可是她的2倍，你可想好了？我说这块石头已经卖了，这次听清了吧？哎，是不是我张三最近太低调了，都没有人认识我张三了啊？给我把石头抢过来！啊，张三难道是海天豪庭的那个张少？除了他还能是谁？这小伙子和女孩要倒霉了，干扰海天豪庭。管他是谁，欺负人就该还击。给我上！行啊，小子，算你狠！你3爷，我今天记住你了。谢谢。没事儿，不用客气。咱们走吧，拜拜。来喝一杯，喝。
怪我没提醒你。那老东西什么身份？敢和你这么说话？混腻了吗？让兄弟们做了他。你想害死老子是吧？给我滚！这段时间都老实待在家里，别出去惹事儿。你们丢了性命不要紧，别连累我。你们丢了性命不要紧，别连累我。是，大哥，大哥，我今天都被人家欺负了。怎么回事？我在外头看中一个原石，被一个臭小子跟一个丫头给我抢了。你有没有得罪那丫头？没，就那小子。大哥，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这段时间就待在家里，哪儿都别去，免得丢了性命。大哥，大哥，难道我真得罪了什么不该得罪的人？喂，小赵。哎，陈姐，我这边原石已经开完了，有10几块宝石，成色还不错。25万，账号发给我，钱马上打给你。你就不怕我骗你啊？林婉儿介绍的人，我信，她的眼光可比宝石还毒呢。那这些石头怎么办？你什么时候来取啊？回头我让助理联系你，我还有个会，先挂了。哦。支付宝到账25万元。唉，总算是开张了。哥，你回来了。啊，没打扰到你吧？没有。那个哥，老师说快要中考了，周末想带大家出去放松，提高学习效率。之前老李儿子中考，作业堆成山，哪有时间玩？这老师倒有心。我能不能去啊？当然可以了，这么好的活动，为什么不去啊？好呀，谢谢哥。哦，对了，你抽空去办一张银行卡，到时候我把零花钱转给你。好，那我回房间看书了。嗯。透视时间变长了，现在看到的东西更透亮了，以后肯定会变得更强。老板，这块我要了。怎么又没开出来呀？老板，再给我来一块。拿左边那块能开出好东西啊。这么丑的石头，能开出来什么啊？老板，还是这块吧。好。出货了，美女，上等兵种。哎，这开出宝贝了，快看看是什么呀！哇，居然真的能开出来东西啊！哎，你等等。彪哥，你一个人喝，我陪你啊。陪个屁！别烦老子，滚！哼！你就是史大彪？你是谁呀？我们家少爷，请你走一趟。走。走。上去吧！好
小哥，来，喝一口嘛。有客人来了，你们先下去。你是谁啊？我是谁不重要，你认不认识赵小军？认识，他之前在我厂子里边干活的。您跟他是什么关系啊？这个年轻人看起来来头不小，要是和赵小军有关系，之前刁难他的事败露了，那可就完了。不用你管，我问你，这赵小军到底什么来头？他呀，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。这个赵小军之前走过南闯过北，火车道上压过腿，在马桶里面喝过水，他就是个变态呀！照你这么说，赵小军就是个无父无母，从小跟妹妹相依为命的穷光蛋。是，他在我厂子里干了几年了，他家的情况我都清楚。我当是什么？原来就是个穷小子。行了，没你事了，滚。就一个穷小子，也敢在婉儿和林老爷面前出尽风头，我早晚要让他好看。是你啊！嗨，上次多亏你提醒，我才要好东西送奶奶。不用客气，举手之劳。我们都见2次了，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。我叫谢暖。赵小军。等一下，我能够请你吃顿饭吗？感谢你。真不用，我还有急事儿，我先走了啊。赵小哥，你又来了。季哥，又要麻烦你了，帮我再看看石头吧。哎呀，坐，我这就帮你看。老七，我的手串串好了吗？龙哥您来了，我这就帮您取。不错，这是给你的手工费。龙哥，您客气了，能给您做手串是我的福分。怎么，我龙某人向来说一不二，你不收是嫌我给少了？不敢，那我收着了。等等，你小子活腻了是吧？别误会，我就是想问这个大哥几个问题。小兄弟，你有什么问题？您是不是最近总感觉没胃口，爬2层楼就累了，而且翻来覆去睡不着觉？小兄弟，你懂医术？我在医院看了好几回了，但是也没有查出个所以然来。西医当然查不出来，是因为你这病症是初期，还没显示到指标上。那我去看中医，但是我看了3个老中医，也都查不出来结果呀。不是中医不行，而是你这病例太罕见了，以前就没出现过几例，所以他们没见过。那这么说，你知道我这是什么原因？差不多吧。那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？刚才我用透视眼看原石品质，不小心扫到他，发现他腹腔里有个暗紫色肿块。那我是哪里出了问题啊？之前是不是受过创伤？伤口没有清理干净，留下了暗疾。右下腹腔有一个小肿块，已经压迫到神经，所以你最近总是感觉到侧腰疼痛。对，我这半个月都不敢侧身睡觉。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呢？很简单，直接去切了就行，不然越拖越麻烦。多谢小兄弟提醒，您的恩情我记下了。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吗？那可是海天豪庭的杜天龙，你要是骗了他，10条命都不够你赔的。骗他干什么？我亲眼看见的，比看原石还清楚。行，
你有把握就行。这次的宝石200万，明天我让司机去取。好。支付宝到账200万元。车祸之后，这一切都跟做梦似的。透视眼、解石、钱，之前想都不敢想。大哥，我看这小子就是在骗你，我现在就去找他，好好教训他一顿。田医生，你再好好检查一下，我的身体确实没什么情况吧？杜先生，从拍片上看，你的身体确实没问题。我不知道你听了什么江湖医生的话让你对自己的身体产生了怀疑，但结果呢不会错，你很健康。疲惫是因为压力大，多休息就好了。这样最好。医生，谢谢你，我们走了。开食店那小子说中了我的所有状况，我当他是高手，可检查结果还是没事。到底是医生不行，还是他在胡编？先生，那小子就是骗人的，连医生都说没事，他能懂什么？阿郎，先别冲动，我还是不放心呢。这样，你先去备车，我们呢找一下周教授。是。那小子要是骗人，我再碰到他，一定好好招呼他。周教授，我体内真的有什么肿瘤吗？从检查结果看，你腹部有块小肿瘤，刚起步，不是经过特定检查，还真发现不了还真让那小子说中了。周教授，之前呢，我去玉石店，有一个年轻人看到我就打了个照面，他就说我体内有问题，我以为他是在胡诌，直到今天你确诊，我才相信他说的是真的。难道之前已经有人给你做过检查了？哎呀，倒也算不上是什么检查，只是打了个照面，简单聊了几句，就说我腹内有什么东西，但是我去医院做检查，也没查出个所以然来，就听说您在海川，我就来找您了。只是简单的打了个照面就能够看出来。你在哪儿碰到这个小伙子？能不能给我引荐一下？这主要不是我不想帮你，是实在是我不知道他是谁呀。天龙，遇到这种人才要打好交道，关键的时候能救命啊。行，这以后如果我再碰到他，会好好感谢他的。哟，我当是谁呢？这不是那天赌石市场里面那个英雄救美的穷酸高手吗？怎么又出来捡漏啊？我说你捡一破烂，够你坐公交的吗？三哥，这人谁啊？穿成这样也来古玩街？该不会是来要破烂的吧？嘿，宝贝儿，这你就说错了，人家这位眼力可高得很呐。眼力高有啥用啊？还不是得靠2条腿走路，看到了吗？这才叫本事。别急着走啊，拿什么东西给你3个瞧瞧。你的手不想要了是吧？天龙哥，您怎么在这？赵先生，您没事吧？是你啊，没事儿。张三，我刚才好像听到你在说谁穷酸，谁靠2条腿走路没本事。天龙哥，我不知道这位赵先生是您朋友啊，我嘴贱，我该死。赵云龙就
就是这么叫弟弟的，在街上出口成脏，随便拦人，甚至动手打人。我真不敢了，您让我这次，我再也不敢了。阿郎，天龙哥，饶命啊！天龙哥，赵先生，您看要不要断他条胳膊，让他长长教训？算了，放他走吧，别耽误您时间。张三，赵先生大度，放你一马。不过，记好了，以后再让我听到你在街上横行霸道，欺负赵先生，后果你懂的。是天龙哥，谢谢赵先生，我这就滚。赵先生，不好意思啊，这底下人不懂事儿，让您见笑了。之前您提醒我检查身体，这份恩情我到现在还记得。这以后在海川，如果有什么事尽管吩咐。杜先生严重了。哎，对了，赵先生，您是要去哪儿吗？我让阿郎送您。不必了，我再去董事区再看看。行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赵小军先生，请留步。你是？庐山拍卖行周成。之前您在拍卖会上仗义直言，力排众议，没想到今天在这儿遇见您再次仗义直言，佩服啊！原来是周经理啊！那天只是凑巧，今天也是。赵先生过谦了，2次都不是巧合，是实力。不知赵先生现在是否方便？我们拍卖会现在正好有一批宝物需要做最后的鉴定，不知道您愿意吗？您放心，不会让您白干的。我给您这个数，赵先生意下如何？您看如何？当然可以。太好了，请跟我来。请。看看，这鼎的铭文是后刻的，错就手法高明，但笔画力度和氧化层有细微区别。这幅画是清代仿明代，虽然不是真迹，但仿者水平很高，有一定价值。这个是真的，和田玉雕，做工精细。赵先生，您应该也累了，眼力惊人，在下佩服佩服。我带您去贵宾室，茶水已经准备好了，就等您品鉴。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请坐。赵先生，今天晚上多亏了您，否则我们拍卖行声誉必受损。这是50万元的鉴定费，麻烦您必须收下。赵先生，您能力我们有过目睹，我们拍卖行想请您做特约鉴定顾问，不需要坐班，只是在关键时候帮我们把把眼，年薪200万，您看如何？我得考虑考虑。好，那我等您的消息。这块皮壳老，有松花出高翠的可能性很大。底价300万，估计成交价得冲到800万以上。透视眼能看到内部只有一层薄薄的绿，下面全是板热，300万、30万都不值。这年轻人是谁？看着面生啊，刚看300万原石的时候，怎么还摇头啊？可能是哪个富二代来玩玩的吧，不懂装懂。内部冰种阳绿，虽
虽然只有拳头大小，但种水色俱佳，价值至少500万。大家听我说，现在开始竞拍。1号原石底价80万，每次加价不低于10万。100万。110万。好。120万。130万。150万。还有没有更高的了？180万。好。还有没有了？200万。好，200万了。230万。好，230万第一次，第二次，第三次，好，成交，恭喜。12号原石底价50万，每次加价不低于5万，现在开始竞拍。我觉得不止。50万。好，50万，有人出价吗？60万。好，60万。70万。70万了。80万。100万。好，100万。100万买个破石头，疯了吧？有魄力啊！年轻人，就让给你了。好，100万第一次，100万第二次，100万第三次，好，成交，恭喜16号竞拍员。把我这300万的原石全切开。再切。这料子看着有戏。就这么一点绿，我看不超过30万。亏了270万呢。看着挺有把握，没想到亏惨了。先生，怎么切？这儿切一刀。啊。出绿了，还是冰种杨绿。啊！先生，还继续吗？全开。这值500万啊！100万买的，开出来值500万，转眼挣了400万，这年轻人不简单呐！小兄弟，我是王氏珠宝的王振海，你眼力非凡呐，交个朋友。鄙人赵小军。赵兄弟，你这开出的翡翠，我们王氏珠宝愿意出550万给你收购，你看可以吗？可以。虽然有了800多万，但这还不够。要想彻底改变生活，让妹妹将来无忧，还需要更多。你看看，这是明代永乐年的青花瓷盘。您看这釉色，这画工。哎呀，算了，不行啊！哎呀，左边架子第3排那个笔筒，内部结构显示是清中期的真铁。中间那幅山水画，纸张和墨镜都是近20年的。右边柜台里那枚玉佩，内部有宋代的特征，但表面做旧痕迹明显，是高手仿的。小伙子，你随便看看。哦，这个能看吗？好眼力，这是清代的竹雕笔筒，雕工精细，包浆自然。这个多少钱？3万8。太贵了。哎，那您出个价？1万5。哎呦，小伙子，您可真能看价。这样，2万5，赔钱卖给你了。1万8，不卖我就走。哎，别走，1万8就1万8，亏本给你了。这笔筒市场价大概4万左右，转手能赚2万2。不过更重要的是，那个里面是什么？那个里面也是古董吗？哦，那个呀，这是前2天刚收回来的杂项，还没来得及整理。你要看看。这些怎么卖啊？这些都是些散碎玩意儿，要是都要了，5000块钱拿走。就要这3件，3000。行。
这是唐代的祈福金帛，看这工艺和文字，应该是宫廷御用之物。这枚铜钱本身价值不过几千，但里面藏的这片唐代宫廷金帛，价值难以估量，得找专业机构鉴定一下。你好，我要鉴定。这是唐代贞观年间宫廷祈福金帛呀！你看这嵌刻工艺跟文字内容，祈国泰民安，愿社稷永固，这是皇帝祭祀所用，保存如此完好，很罕见呢。大概价值多少？这种级别的文物不好用价格去衡量，如果非要估价的话，去年香港拍卖过一片宋代类似的金帛，成交价是800万元。你这个是唐代的，年代更久，又是宫廷器物，至少1500万以上。如果能拿到拍卖会拍卖，那我就能给妹妹买套大房子了。赵先生，您运气太好了，这就是唐代祈福金帛。如果这要上了拍卖会，一定是压轴级别的，起拍价最少1200万。那就委托你们帮我拍卖。放心，佣金还是按最低的5%收。拍卖会定到下个月15号，在这期间我会大力宣传。赵先生这件藏品一定会让你再轰动全城的。彪哥，这赵小军最近可是风生水起啊！听说在赌市会上赚了几百万，又成为了鲁山拍卖行的顾问。我听说他捡漏捡到什么唐朝宝贝，要上拍卖会，值1000多万呢。这小子怎么突然转运了呢？车祸没撞死他，现在还让他发达了。彪哥，刘少不让我们盯着他吗？要不要把最近的情况报上去？报什么报？刘少那是想弄死他，又不是要分他的钱。再说了，这小子现在这么有钱，咱们要不要找他借点来花花？彪哥英明。华子，去摸清楚这个赵小军家住在哪儿，平时的生活规律。等他把那件唐代的宝贝拍卖出去，钱一到手，咱们就去拜访他。是。哥，中考前老师要我们报个冲刺班，同学们都报了。报，挑最好的报。可是要8000多呢。钱的事情你不用担心，你只管好好学习，考个好的高中。哥，你怎么转这么多钱给我？3万交学费、买资料，剩下的2万你留着当零花钱，该花就花，别省着。哥，你赚钱不容易。谁说哥不容易啊？你哥现在本事可大着呢。好了，做题吧。妹妹中考是大事，必须给她最好的条件。等那件金帛拍卖出去，钱到手了，就换个大房子，再请个家教。张总，这位是我们拍卖行的特邀鉴定顾问赵小军先生，眼力非凡。赵先生年轻有为啊！听说上次您在赌市会上大放异彩，运气好罢了。赵兄弟，你太谦虚了，你这眼力怎么能用运气来解释呢？赵小军，真的是你？林小姐，好久不见。
你这身打扮，我都快认不出你来了。林小姐和赵先生认识？何止是认识啊，他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呢。赵兄弟，今天拍卖那件唐代金帛，我可是势在必得呀。唐代金帛？赵小军，你又得好东西了。偶然所得。赵小军，你们是谁啊？我们少爷想见你。你们少爷又是谁啊？去了就知道。这两个人肌肉结实，动作干练，不是普通混混，不能硬拼。周经理，人呢？周经理，我被人堵了。少爷，目标跑了。废，下次再找机会。刘庆豪就是医院那个油头青年，难道是因为林婉儿他盯上我了？这种富二代做事不择手段，得小心应对。哎，周经理，我想请2个保镖，你那边有合适的人选吗？保镖？赵先生遇到麻烦了。有点小麻烦。我认识一家专业安保公司，老板是退伍特种兵，手下的人都很可靠，我帮你联系。好。赵先生，这是大刘和小陈，都是退伍侦察兵出身，身手好，反应快，有丰富的保护经验。我需要24小时保护，防袭击、防绑架，还有个上初中的妹妹需要保护。明白，我们可以安排轮流值班，保证随时有2人在您身边。您妹妹那边可以安排接送和保护。就他们了。费用多少？每人每月3万，2人6万，包含所有服务。好，先签3个月。赵先生，我们在楼道和门口都安装了隐蔽摄像头，一旦有人靠近，就会立刻报警。我和小陈也会在楼下轮流值守。辛苦你们了。应该的。另外，这2天我们发现有人在附近盯梢，不像普通人。什么样的人？一个光头带着几个混混模样的人在小区附近转悠。我们查了一下，带头的那个叫史大彪。史大彪，以前厂里的主管，看来他还不死心。我知道了，派人盯紧他们，一旦有什么动作，立刻报警。明白，那我先走了。妈的，那小子现在警惕性高了，还请了保镖。楼下这个穿黑衣服的，一看就不好惹呀。彪哥，要不算了吧，这小子现在有钱有势，咱惹不起呀。算了，他手里至少有几百万，干完这一票，咱们就远走高飞。再等等，肯定有机会。史大彪，这人我有印象，有前科，专门干一些偷鸡摸狗的勾当。赵先生，你说他以前是你厂里的主管？是，我离职之后，他就一直找我麻烦。最近我赚了些钱，他可能盯上我了。这些照片和你的陈述我们记录了，我们会加强对你住所周边的巡逻，也会找史大彪聊聊。谢谢王警官。下面是本次拍卖会压轴拍品，唐代贞观年间宫廷祈福金帛。这是鉴定证书。这件文物保存完好，工艺精湛，其文字内容极具历史价值，起拍价1200万，
每次加价不得低于50万。现在开始竞拍，1250万，1300万，1500万，2200万，2500万，2500万第一次，还有没有更高的出价？3000万，3000万第一次，3000万第二次，3000万第三次，成交。啊，哈哈哈。杨先生啊，这是金博的委托方赵小军先生。哦，你好，赵先生年轻有为，能收到这样的珍品，眼光和运气是缺一不可的。杨先生过奖了，我是认真的。我收藏文物30多年，还没见过这样完好无损的唐代宫廷金箔。如果赵先生以后还有这样的好东西，请及时和我联系。好。哎，这是我的名片啊。好，再见。哈哈哈哈。杨先生慢走。哎，赵先生，成交价3000万，扣除佣金和税费，还剩下2760万，已经打到您账户，麻烦您看一下。合作愉快。2760万，加上之前的存款，现在有3600万了。哥，这么晚了，什么事？来，小柔，来坐。你看看这房子怎么样？哇，好漂亮啊！这个是锦绣花园小区，总共180平，4室2厅，离你学校更近，环境也更好，咱们就买这儿了。980万，哥，你哪来的那么多钱？哥最近赚的呗。明天咱们就去办手续，然后再买点家具，下周末就搬过去。哥，你不会做什么违法的事了吧？想什么呢？你哥我是那样的人吗？都是正当赚来的。好了，快去睡吧，明天还要上学呢。终于可以给妹妹一个真正的家了，爸妈，你们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，我会照顾好妹妹的。哥，这客厅好大，还有落地窗，阳光能照进来。你喜欢就好，你房间在那边，想怎么布置都行，缺什么跟我说啊。好。赵先生，安保系统装好了，全屋无死角监控，门窗也有传感器。一旦有人非法闯入的话，就会立刻报警并通知我们。小区保安那边我们也打过招呼了。辛苦了。哎，对了，史大彪那边有什么动静吗？昨天王警官找过他之后，他消停多了。不过我们的人还在盯着他，最近经常去一家地下赌场，估计手头紧。狗改不了吃屎，不过只要他不来招惹我，我也懒得理他。彪子，欠的20万什么时候还？老板说了，再还不上，限你一条腿。再宽限我几天，我有办法能弄到钱。什么办法？我知道一个人特别有钱，住在锦绣花园，开艺术品公司的，咱们干一票，至少能弄几百万。彪哥，你还要动赵小军吗？他现在可不是以前那个穷小子了。怕什么？他再厉害也是一个人，咱们绑了他，至少能弄大几百万。锦绣花园，那可是高档小区，你有把握？我盯了他好久了，他有时候会一个人回家，咱们就在地下停车场动手。行，再信你一次，事成之后钱分我们一半。没问题。咱们绑了他，
至少能弄大几百万。绑架预谋，证据确凿，这个石大彪真是死不悔改。王警官，他们现在计划在我家停车场动手，我想，能不能将计就计？你的意思是，配合你们引他们出来，人赃俱获。可以，但是必须保证你的安全。我们会提前布控，你身边也要有我们的人。赵总，这样太危险了，要不等他们动手的时候我们再……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15。像史大彪这种亡命徒，不尽早解决，始终是个隐患。就按王警官说的办。就是他，上！警察，不许动！不许动！双手抱头蹲下，蹲下，别动！完了！走！石大彪，绑架未遂，敲诈勒索，证据确凿，你知道要判多少年吗？王警官，我认罪，但是我有立功表现，我要举报。举报谁？刘庆豪，刘氏集团的少爷，是他指使我去找赵小军的麻烦，他还想弄死他。我有证据，他给我转过钱，就在手机里。如果扯到刘家，那恐怕要暗中好好查探一番了。小军呐，这周末我林家牵头办一场慈善活动，募集善款，用于山区儿童助学。来的多是海川商界和文玩界的同仁。你现在眼力非凡，年轻有为，我想请你来捧捧场，也正好多认识些朋友。林老太爱了，我一定准时到。好，婉儿也会去，你们年轻人多聊聊。对了，晚宴后有个小型的慈善一拍，到时若有兴趣，不妨也看看。有合眼缘的物件，既能做慈善，说不定也能结个善缘。我明白，谢谢林老提醒。哈哈哈。现在这样自由鉴定，偶尔捡漏，钱够用也更清静。慈善晚宴正好用透视看看海川顶尖圈层的风貌。哎，那不是前段时间在鲁山拍卖行大出风头的赵小军吗？听说连杨文渊都对他青睐有加。好像是他，看着挺年轻的，气场倒是不弱。哎，那2位是保镖吧？架势挺足。赵小军，你可算来了，爷爷刚才还念叨你呢。林小姐，今天很漂亮。林老呢？呢？唉，别提了，今天那刘庆豪也来了，真扫兴，不知道是谁给他的请柬。不用理他。这就是我常提起的赵小军，年轻人眼力毒，心性也不错。有些人呀，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。婚宴这种场合，也就只能看看这些便宜货了。真正的好东西啊，他看得懂，买得起吗？哼！刘庆豪，你……刘少爷似乎对这里的拍品很有见解啊，不知道什么样的东西是刘少爷真正觉得的好东西啊？当然是这块黑乌纱，底价80万，一定是能开出高脆的好料子。只有这种才配得上本少的身份。至于某些人嘛，也就配看看旁边几千块钱的破烂儿。内部仅有靠近皮壳处一层薄薄的油青种，往下全是砖头料，价值不超过5万。岩石赌性大，皮壳好，不代表内里就好。刘少爷就这么肯定？哼，土包子就是土包子，不懂装懂。本少玩石头的时候，你还不知道在哪个工地搬砖呢？怎么不服气？敢不敢跟本少赌一赌？
好，赌什么？就赌这块黑乌纱，你我各选一块一拍原石，当场切开，看谁开出的价格高。输的呢，不仅要承担自己那块原石的价格和双倍慈善捐款，而且还要当众向对方鞠躬道歉，说我眼瞎，我服了。哼，这赌注涉及钱财是小事，当众鞠躬道歉，简直是奇耻大辱。刘少爷家大业大，这小子要倒霉喽。好，我赌。不过既然是慈善一拍，无论输赢，这原始款项和善款我都照出。只不过这道歉，希望刘少爷到时候别赖账。哼，我会赖账？笑话！请各位做个见证，赵小军，你就等着给我磕头认错吧。本少就选这块，你呢？赶紧挑你的宝贝吧。我选这个。这块黄沙皮表现不是太好，价值不值8万。年轻人太冲动，被刘庆豪激将了。看来胜负已分啊。刘家少爷虽然性格张扬，但那块黑乌纱确实是今晚的标啊，出力的希望很大呀。赵小军，你是破罐子破摔，还是真穷的只买得起这种破烂儿？本少今天就让你死个明白。透视眼看得很清楚，这块黄沙皮下藏着拳头大小、种水达到高冰、颜色洋绿的翡翠，价值至少在500万以上。而刘庆豪那块儿，哼，就等着看好戏吧。首先是刘庆豪先生的黑乌纱。继续往深处切。什么都没有，这下丢脸了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再切，一定是没切对地方。80万的原石啊，切出不到5万的玉肉，血亏呀！现在是赵小军先生的原石。师傅，从这儿切一刀。啊！居然出绿了！这水桃，这颜色高冰洋绿啊！恭喜啊！哇，高冰洋绿，好大一块，价值大概有500万了吧？8万变500万，这眼力真是神了！刚才谁吓唬人家来着？脸疼不疼？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好，英雄出少年！太精彩了！赵小军先生不仅赢得了赌局，更开出了如此珍贵的翡翠，为今晚的慈善晚宴增添了无比光彩。按照约定，现在请刘庆豪先生履行。我，刘少爷，大家都等着呢。是啊，刘庆豪，你赌得起，要输得起啊！赶紧的，别耽误大家时间。对不起，刘少爷，按照赌约约定的是鞠躬道歉，我眼瞎，我服了。我眼瞎，我服了。我眼瞎，我服了。刘庆豪，我们是市公安局的，现在怀疑你与多起商业欺诈、非法拘禁以及教唆伤害案件有关，请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。同时，经初步调查，刘氏集团涉嫌严重违法违规经营、偷税漏税、非法集资等多项罪名，公安机关已依法对刘氏集团及相关涉案企业资产进行查封冻结，请相关当事人配合调查。放开我！你们怎么敢抓我？你父亲正在接受调查，带走。多行不义必自毙啊！赵先生，感谢你之前提供的线索，刘庆豪的案子也多亏了史大彪的举报和后续的深入调查，这次算是彻底清除了一个毒瘤。庞警官辛苦了。诸位，今晚这场意外的赌局结果已然分明，赵小军先生展现了充分的好眼力，
更赢得了赌约。我提赵先生这块价值不菲的高冰洋绿翡翠，若不自己收藏，可否直接作为慈善义拍品，所得款项全部捐出？正合我意，这块翡翠就委托晚宴进行义拍。所有的款项我全部捐出。好，小军，今晚的事处理得很好，不骄不躁。刘家父子自作孽，你不必介怀。经此一事，你在海川算是真正立住了，以后的路会更开阔，但也会更复杂，要时刻记得本心。多谢老爷子提点，我记下了。赵先生，刘庆豪这次彻底吃完了。史大彪那个怂包，为了减刑，把知道的都吐干净了。再加上警察早就盯上了刘家，数罪并罚，这次刘家是翻不了身了。我们也查了，刘家这些年做事太脏了，得罪了不少人物。如今墙倒众人推，我想以后应该没有人再来明目张胆的找你麻烦了。麻烦不会彻底消失，只是换了一种形式。不过这样也好，清静。刘庆豪这个苍蝇终于拍掉了，现在不用为钱发愁，妹妹可以安心读书，但还不够，我一个人势单力薄，不如……林老，我有点事想麻烦你。小军啊，你想开公司的事情，震天都跟我们说过了。不是王哥不支持你，主要是因为计划书里啊，核心优势就一句：精准的鉴定与估值能力。团队呢，渠道呢，启动资金和客户资源怎么来？光靠你这一双眼睛，这有点空中楼阁呀！赵先生，你在鲁山的表现有目共睹，但是开公司跟做鉴定是两回事。你之前一个人单打独斗惯了，现在开公司风险太大，不如你先来我们公司做高级顾问，积攒一些经验跟人脉。小军呐，他们说的不无道理，你有什么具体的想法，能说服我们这几个老家伙吗？林老、王总、周经理，我明白你们的顾虑。我的公司只做3件事：第一，为高端客户提供私密鉴定和特定收藏难题，按结果收费，不真不收费。第二，定向搜寻和解决特定收藏问题，比如为客户寻求其梦寐以求但市面上难寻的特定物件。第三，小规模高精准度原始艺术品和材料投资。第三，小规模高精准度原始艺术品和材料投资。小军儿，不是王哥不支持你，你这说的太绝对了呀！更何况这赌石水更深。王总，口说无凭，正好今天林老做东，也请几位做个见证。林老，可否从您的收藏品中提供几件？我们混入一些高仿品，我们现场试一试。现场试啊？怎么试？我蒙上眼睛，仅凭触摸和一些其他感知，找出其中的仿品，怎么样？小军啊，你现在越说越玄了。这蒙眼鉴宝，可不比民间戏法呀。郑海、周长，既然小军这么有信心，我们不妨一试，就当茶余助兴。若不成，小军收回开公司的念头，安心沉淀；若成，我就亲自为你引荐几位有分量的投资人。好，小军准备好了，桌上一共11件物品，顺序已打乱，你需逐一上手，说出其真伪，并简述关键依据。我准备好了。清代雍正年间，青花缠枝连纹碗，底部有隐约冲线，是旧伤，价值折半。如果是仿品，
做不出这样自然的使用痕迹和釉面老化层次。现代仿古玉佩，和田青海料，机械工痕明显，浮于表面，无古玉应有的温润宝光。仿品。战国晚期青铜爵，真品，但此处有后世修补，用了不同配比的铜料，修补手法尚可，但破坏了局部皮壳的完整性。不错，此爵确为战国真品。腹部的修补是民国时一位高手所为，极少有人能察觉料性微差。这葫芦瓶口完整，真品。晚唐青釉，壁面光泽，底部一圈有使用痕迹，非常好，真品。全中，不仅真伪无误，连细微的损伤、修补、年代偏差都点出来了，真是匪夷所思啊！真乃神乎其技。小军，你有这等本事，开一家只为顶级客户服务的精品顾问公司足矣。老夫信了。这牵线搭桥之事，包在我身上。小军，不，赵先生，刚才都有冒犯。你这公司，我王振海第一个投资入股，不要多10%，这渠道资源我全力提供。庐山拍卖行愿成为贵公司战略合作伙伴，并提供初期办公场地和行政支持。赵先生之前是我目光短浅。多谢林老、王总、周经理，我定不负所托。今日，小军鉴宝正式起航。这家公司啊，或许没有庞大的规模，但是它代表着专业诚信和不可思议的精准。我相信，在赵小军先生的引领下，他将成为投资界、收藏界的一股清流，一个标杆。祝愿小军鉴宝前程似锦。感谢林老，感谢各位合作伙伴和投资人的支持与信赖。我们公司不追求成为最大的公司，但只希望能够成为客户最信赖的公司。未来我们将致力于真正热爱文化与珍奇的客户，提供最顶级的量身定制的鉴定、收藏与投资顾问服务。谢谢大家。好。小军鉴宝注册资本1000万元，主要业务包括艺术品鉴定、收藏、投资、交易等。这是股权协议，请各位签字。好。赵总，咱们就是合作伙伴了，以后庐山集团就是你公司的第一合作伙伴。我王氏珠宝也会全力支持，我负责提供高端客户的资源。谢谢各位的支持，公司刚起步，以后还要多多关照。赵总，这是我爷爷留下来的，说是民国时期从宫里流出来的。最近我急需用钱，想请你看一下值多少钱。李先生，这3件东西可能让你失望。珍珠项链是近几十年的，这个戒指上的珠宝是人工合成的，手镯是近代仿古工艺品，总价值不超过5000元。这怎么可能？我爷爷说是祖传的宝贝啊！如果您不信的话，可以去其他机构鉴定，我们公司可以提供鉴定证明，费用1000元。怎么会这样？我还等着卖钱救急呢。这样吧，
鉴定费免了。这家典当行的老板我认识，你看看能不能去应急？好，谢谢赵总。这样行见多了，祖传宝贝十有八九是假的，但做人留一线，能帮一点是一点。从医院醒来，获得这双眼睛，到今日公司成立，像一场漫长而真实的梦。透视眼是起点，但不是终点。公司成立了，这只是一个新的开始。未来的路，我会一步一步脚踏实地，看清方向，坚定地走下去。